Hello， 亲爱的美食家会员们，大家好，我是 CY， 今天继续奥布鲁的系列144，我们讲一下轮回系统。那么上一篇呢，我们讲了一些道理，我引用了一些和其他的宗教信仰有关的一些内容。那么紧接着呢，就有朋友特别好奇心爆发，就问我关于轮回系统我怎么看啊？那么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先声明，今天的信息并不是讲道。它不是正道，它不是要证明什么，因为我要讲的东西我证明不了。传道很多年啊，我的讲道基本上还是比较严谨的，我会讲很多的圣经。因为在这个圈子里边呢，人们有这样一种思维的惯性当你讲了什么东西，你表达了某一种观点，人们会习惯的问你这个观点有圣经依据吗？那么当然有是更好的。我们分享教义我们正道讲圣经那肯定是要有圣经依据的。但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所谓真理呢，它是有范围的。你比如说1加1等于2这件事呢，你也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某个范围它是真理，它是一个数学的范围，而且你还得限定一个使用的范围有时候在数学上可能都不是这样，对吧？那么真理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真理构成的，它有不同的范围。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吧？那么圣经上面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真理呢，那这个真理它其实也是一个范围性的概念，你去理解它其实也是一个范围性的概念。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当中没有的东西呢，它不见得就肯定是错的。比如说呢，二氧化碳它在零下多少摄氏度会变成干冰呢？那这件事儿有圣经依据吗？那肯定是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去谈论它，对吗？所以今天就是一个我个人的分享，你不要把它看为是一篇讲道如果它让你的三观崩塌，那么你可以把它跳出去，把它从我的讲道系列里边拿出去它不影响我们其他的信息有的时候人很奇怪当听到一些自己理解不了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有圣经依据吗？比如说今天你碰着了一个牧师，他对你说今天天气不错你会问他你有圣经依据吗？那这个没有圣经依据，当然你可以认为今天天气很糟糕，没问题。所以呢，我讲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它可能非常的复杂，可能会颠覆你的三观。那么如果你听不懂，或者你觉得很难接受，那么你就当我今天就对你说了一句今天天气不错你可以认为不，我觉得很糟糕，没问题那么我讨论一下轮回系统在基督教的神学当中，基本上人们是不认同轮回系统的。我认为呢，这主要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它没有圣经依据或者说没有什么特别充分的证据，这是第一个原因。但是我想说呢，圣经当中其实表达出来了一些内容，它可以看起来证明这个灵魂它是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时空系统的。当然它不能证明轮回系统，我在说的是灵魂它是有可能重新回到这个时空系统里边的。这里边有一些证据比如说撒母耳死了之后呢，这个扫罗通过一个交鬼的妇人把他的灵魂又召唤回来了。当然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因为那个女人其实神使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么这看起来可以成为一个证据那撒母耳的灵魂又回来了，是吧？那么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呢，曾经向门徒有一个容貌上面的变化在这过程当中呢耶稣召唤了这个摩西、以利亚他们的这个形象出现。那这意味着一个灵魂的具象化，虽然没有肉体，但是灵魂可以具象化，这也意味着灵魂其实是可以召唤回来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在不同的人类肉体身上神显明出来一个看法，在神眼中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件事情呢，我后边有机会再解释我举一个例子施洗约翰当人们在看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不知道这人是谁他们觉得应该是以利亚以利亚出现，然后来迎接这个弥赛亚，是不是？那么耶稣说呢他其实就是以利亚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后边有机会再去讲今天我不想深入去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可以把施洗约翰看成是
灵魂的以利亚又回来了啊。那我再讲一个道理，当然他是约翰和以利亚的关系可能不是这样啊，我们后面再讨论。我再讲一个道理，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了2个见证人，那么他们呢有一些属灵恩赐的彰显，那么是很有特征性的，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人呢可以使水变成血，另外一个人呢他可以让天上不下雨，那这其实显然是摩西和以利亚的这种属灵恩赐的一种特征，就好像他们的标签一样啊，它很像是我们看一些动漫呢一些角色啊，他使用的什么招牌性的技能啊，天马流星拳是吧？你就知道了，真的这是在说圣斗士星矢，对吧？啊，有点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呢，摩西和以利亚呢，他在启示录的那个时代呢，他们回来了啊。你可以说他可能换了一副肉体，但是灵魂回来了。当然，他不能成为什么完全的证据。我不是想证明什么，亲爱的朋友们，我就是随便分享一下，好吧？那么首先呢，灵魂看起来呢是可以回到这个世界当中的，但是这不能证明一个轮回的系统，因为圣经当中没有说有这个系统。所以呢，在这个宗教的领域当中啊，基督教的神学基本上不认可轮回系统，因为第一个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它不能成为教义，对不对？它也不能成为一个世界观上面的一个说明。问题是世界观这个东西啊，它本来就不是圣经里边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因为圣经里边主要内容是在谈论关于救恩的问题啊，它不是在告诉你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所以你这个找到现在的这种比较领先的科学的这种论文呢，那圣经当中全都没有什么依据，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通过科学实验呢，通过各种东西，我们能认知太多东西了，它不可能所有的东西你都能找着圣经依据啊，明白这个意思？那么呢，通过科学的角度，我想提出一个看法啊，叫做什么呢？正有不正无啊，大家要理解这个思维。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不能去证明一个东西没有，这事儿你证明不了没有，你只能说有什么东西有的话，你能通过一些实验，通过一些证据去证明出来。但是你要让我证明一个事儿没有的话，这个事儿其实是做不到的啊，对不对？所以说二氧化碳多少摄氏度变成干冰呢？那圣经上面没写，但不代表没有这个事儿，对吧？所以呢，我们从开放性的角度去看待它，我不是要证明什么啊，所以大家的思维先要打开。我们以有限的思维去理解无限呢，其实它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这就好像说你画一个，拿出一张纸，拿一个笔咔在纸上面点一个黑点，那你说呢？你点了一个点，那我说你能不能通过点很多的点啊，把这些点连成一个线段呢？那你可以做到，对不对？但实际上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你点的那个点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类似于圆形的一片一个图案。其实你点的那个点，你把它放在放大镜下边，放在显微镜下边，它其实很大的一片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要是严格角度上来讲呢，那多少个点能够构成一个线段呢？那我们的答案就是无限个点，无限个点才能构成一个线段。那我现在要是把2个线段放一起呢，它变成一个更长的线段了。那么这更长的线段它需要多少个点呢？它也是无限个点。那无限加无限就等于无限。但是你说左边的这2个无限和右边的这个无限其实又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你要是放在数学里边呢，这2个又是等价的。那你现在能理解得了吗？那我现在在说呢，这个线段我们要把它无限延长的话呢，它就变成一条直线了。那么直线呢，我再把一大堆直线我叠加，是吧？并排放啊，无限的直线放一块，是不是就形成一个面了，对不对？那么无限的面呢，我再往上叠加，就好像把那个纸一张接一张的往上叠上去，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空间了，它就变成一个3D 的东西了，它就变成一个无限的空间。那你目前来讲，你拿脑子还能理解这件事儿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还有一个能够去叠加的方式，那就是更高的维度了。我们刚才讲的是 3D， 你再叠加就变成 4D 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子基本上已经开始不够用了，你想象不了了。那么 4D 再往上叠加 5D、6D、7D， 不停的往上边去叠加那个更高维度的所谓的高维空间，那这件事你脑子已经不好使了。因为我们的思维本身是二元思维，二元对立思维，这是从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来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啊。那你要说那我不是非黑即白，我能理解灰色啊，这就类似于呢，你看那个电视你会觉得这里边的颜色它是渐变的，但实际上它真的是渐变的吗？如果你把这个电视里边的那个色彩的那个分辨率最小的那个点液晶的灯你给它看到最小的时候，你发现呢，它其实它还不是渐变的，它里边还是有线的，
它是有限的那些图案放在一起，各种叠加，让你看起来感觉它是渐变的，实际上还是二元对立，只不过它那个二元对立特别的小。我在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能真正通过有限的思维去理解无限，但也不能说完全理解不了，就是说呢能理解到一个程度。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聊一聊，好吧？所以说从有限到无限这么一个看法。所以呢基督教基本上不接受轮回，第一个原因呢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你要说证据呢，什么东西都不足够，因为有一些字句你觉得它是证据了，但它不见得是证据。你觉得它已经成为证据，那只是你的一个二元对立思维里，你的理性里边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认同，但是那个字句它真正表达的含义，它不见得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完全的绝对的那个证啊，其实是证不了的。所以到头来还是看你相信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呢，将我所了解到的一些知识，或者说我相信的一些东西向大家分享啊，这个听不懂没关系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首先为什么基督教不接受轮回？第一个原因，它没有足够的圣经依据，我也承认。第二个问题，因为其他的宗教，它首先它已经表达出来了这种轮回系统，比如说佛教，对不对？他认为有轮回系统啊。那么基督教呢，它首先它是跟其他宗教，它要给它来一个区分啊，因为这个独一真神的这个信仰呢，它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啊，它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宗教，它里边可能涉及到偶像。那么基督教里边这个不可拜偶像，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它其实属于律法了，律法的真正目的是使人知罪，然后真正目的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其实是叫人信福音，因信称义。当然我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对于普遍的基督教的这种传统来说啊，它为了去区分于其他的宗教，它就不接受其他宗教的一些世界观以表达出来我们这种独特性。所以说从宗教的角度上来讲呢，第二个原因这个轮回系统既然在其他宗教里边已经有所体现，那么在圣经上边又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它的存在。当然圣经也没有否定它，圣经也没说否定，但是没否定不能证明它就存在，没否定它也不能就证明它不存在，就是说你证不了否大家明白这意思。所以说呢，我试图用理性的方式去向大家表达，但它是有限的它是有限的。所以第二个原因因为有其他的宗教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事儿呢，在圣经当中没有足够依据，所以普遍的基督教系统它是不认可轮回系统的神学系统基本上不认可那么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其实在最主要的原因在第三个，因为在基督教的这个宗教的领域当中呢，人们把这个传福音呢看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当然我不是说它不重要，那么这个传福音的重要呢，人们就想把它去来一个紧迫性，就是直线的系统更容易让人们感觉这个传福音的紧迫性这人不信了这就完了他死了他就完了，他要没信他就不得救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其实了解很多的更深入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救恩的真正的决定是神的拣选决定的，它跟人类的努力其实没有关系就是你咋着急咋使劲，其实这个事儿它不是主要的。当然神也可能借着你去传福音就是说人类的行动，人类的意志这个东西它不能和神的主权发生冲突，因为它本身是神主权当中的一部分。这个东西我讲过很多次了，这是高维和低维的东西，你不能把它放在同一个平面去看起来好像人类的意志可以脱离神的范围之外，然后再去互相对立着去看待这个问题，二元对立这个思维，这个问题你把它放在同一平面去讨论的时候，本身它就已经错了这个东西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了就是说基督教他想要让人去传福音，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人们添油加醋出去一些这个道理，然后试图呢去提高这种紧迫性总之呢咱们得干点啥，是吧？宗教的特点就是说他老想驱动你做点什么那么呢直线系统，也就是说否认轮回系统这件事情本身呢，它好像看起来能够提高人们的传福音积极性，大家能懂这意思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基督教的神学是否定轮回系统的那么我今天表达我的观点，我认为轮回系统是存在的因为我得到了一些信息，得到一些启发首先呢，这个轮回的概念呢，它不是佛教所说的那个概念，因为佛教的概念它本身是把时空看为是一个全部的概念，3D 的这个空间加上一个时间线那这是人类的早期的宗教的一个普遍特征，包括基督教也是一样的。佛教什么时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什么时候发展出来的？
啊，这些教义基本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什么年代？这个我可能不懂，你去查一查啊，我说出来不见得对，对不对？所以我就不说了。总之是很早，对吧？那么当人类开始意识到时空的本质，它其实是有维度性的。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事实的本质，它是具有叠加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这是爱因斯坦、波尔之后的事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尔的量子力学，这些东西出来之后，人们才开始对于时空的认识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看法。那么这时候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啊，时间它是一个幻觉，它时间线它不见得是直的啊，空间它不是绝对的。你看以前的牛顿的这个看法呢，空间是绝对的，时间是绝对的。到后来人们发现这个看法不对，那是一个经验的看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人们发现它之后，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了，对不对？至少是90年代，对吧？上世纪90年代再往后的事情，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件事。那么这些宗教系统早在这个90年代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了这些教义了。那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宗教其实在他们的教义定型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教义定型之后好些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时空的这个概念。那也就是说呢，在时空的这些概念被维度的概念、叠加的概念还没有提出来之前，这些宗教系统早就定型了。就是说，这些宗教系统里边的教义，它根本就不包含这个我们现在对于世界观的这种更新啊。那个时候的人他不懂这些。所以呢，佛教的这种轮回的概念呢，它全都是把我们的这个时空看为全部了。但是事实的情况呢，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这个轮回系统，它不是这样的。轮回系统它说的其实是一个平行世界、平行时空以及高维时空。当然，我说的平行时空，并不是量子力学里面所说的一个由自由意志的选择所带来的平行时空。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平行的宇宙。高维度的宇宙，它看起来有无限多个宇宙。这个灵魂它是可以注入到任意的一个时空里边的。所以呢，我说的轮回其实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些轮回，这个灵魂它本身是具有投影性质的。我前面用这个本体和投影的角度去解释灵与魂之间的这种关系啊。灵它就是灵魂的本体，而魂就是灵魂的投影。我们的肉体就是投影板。那么这个本体的投影还能不能再投影呢？亲爱的朋友们，它还可以再投影。这涉及到超多的这种维度性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只有一个高维空间就是永恒了，然后下边就是我们了，就没有别的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对于永恒的理解是相对于 3D 的概念的一个超维度理解。我们把超维就看为是相对于我们的一个永恒，因为我们的时间线在高维度眼中它就是一个铺开的东西，它不具有变化性，也就是说它不存在。我可以这么说，它不存在。就一本漫画书摆在你面前，漫画里边的故事时间线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的，你随便翻呢，对吧？一部电影摆在你面前，它的时间线你随便看呢，你随便切那个位置啊，对不对？它时间线对你来说没用的，你可以任意调整、任意观察。所以我是在说这个意思。那么永恒里边其实它本身也是有多个维度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电影啊，拍电影的这演员呢，他拍电影的时候，那么他在电影里边是演员，那么他能不能在他拍的电影里边的这个角色，他又拍了一个电影呢？他还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喜剧之王》，对吧？周星驰在里边演一个演员，然后这个演员在他的电影里边，他又在演另外一个演员，懂这个意思吧？又在表演另外一个角色，对不对？那他表演的角色还能不能再在里边拍电影呢？那也就是说，这个灵魂的投影其实它也可以是无限个的，它可以往下投，也可以平行去投。所以说，平行的这种时空和这个维度不同的这个时空，这些东西都是就是一个像，就是像它随便去投的，全都是从本体而来的。本体投到投影里边，投影还能再投投影。所以说，一个灵魂的本体它是可以投出来多个投影的，而这种投影在不同的时空当中。那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轮回系统，它不是线性的，它不是佛教里边所说的这个啊，我死了然后我就再来到这个来世啊，前世今生啊。当然呢，圣经当中也提到前世今生这个说法了，对吧？圣经当中也有。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轮回它不是拘泥于时间线里边的轮回，而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对
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相信是有轮回系统的。我收到了一些知识的一些启发。那么轮回系统呢，它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啊，我把它定义成为一个公益的系统，就是这个世界，我怎么说？我不是在说一个3D 的世界，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高维的时空全都加在一起，我把它看为是一个世界的概念，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概念。这个世界本身呢，它是有多个系统叠加在一块儿，因为事实是叠加态，时间与空间本身也是叠加在一起的。就比如说平行时空，它是否是完全平行的呢？它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时空之间也产生着影响，相互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问题，轮回的系统，它不是线性的，它也不是立体性的，它也不是说非得从高维往低维轮，它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它是自由的，这个东西是在我看来是神的主权所决定的。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灵魂的自由意志啊，我们后边再讲，好吧？后边再讲，因为今天的内容太复杂了，我就不再更多的去敞开了啊。当你谈论到自由意志的时候，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你投影里边的自由意志和本体里边的自由意志，或者说高维度的一个更高的投影，就是它的本体还有它的本体。你这个演员这个角色，他在他的 A 角色里边又扮演了另外一个演员，那就变成一个 B 角色了，对不对？我们讨论自由意志的概念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有范围的，它也是在你当下的这个空间时空里边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不同维度的自由意志概念啊，我们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好吧？所以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轮回它本身是第一个，当然是最终源头的造物主他的主权，但是这种主权里边包含着一个灵魂的自由意志，我们后边我们再去讲，但它不是我们在说的我们在世界上面这个自由意志啊，这自由意志它都是有限制范围的。所以呢我就讲完了啊，轮回系统它是存在的，它是存在的。当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空来说呢，你了解了这件事情并不影响什么，什么也不影响，什么也不影响啊，你传讲福音啊，人们相信福音就得救了。那么我说这个系统呢，首先第一个，我认为呢，我把它看为是一个公义的系统和恩典的系统的一个叠加态。任何的事物其实它都是叠加态，包括神本身，它也是公义与恩典的叠加态。当然这是我们通过一个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有限的理性认知去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当我们用话语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有限了，所以它不见得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呢，是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能用有限思维能表达的一个更接近真相的一种表达吧。当我们在说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脑海中的那个神它不是真正的神，它是一个符号。这是为什么神在旧约当中他的对自我的一个说法是 I am, I was, I come to be， 他讲的是一个时态问题，就是我是就完事儿了啊，没有说出来这个名字。因为当这个名字被定义的时候，你理解它的时候，你理解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神了。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我说神的时候，你脑海中的那个神，对不对？它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它和真正的神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用有限去理解无限，它本身就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在讲一个从绝对的一个画等号的原则，我们的理性和无限是不能真正画等号的，你在有限当中不能真正理解无限。那么我再讲一个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啊，人们在说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呢？那这个问题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说耶稣是神，那么其实他也不是啊，别着急，我在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理解的耶稣他不是神，或者说耶稣是神的概念的这个概念，它是拘泥于在3D 的这个空间里边我们对神的一种认知。圣经当中所说的是耶稣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那个经文啊。耶稣不是神的本体，它是神的像。那么你在 3D 世界当中你看的耶稣他就是神的像，那么你能不能用 3D 视角去说耶稣就是神呢？你可以这么说，但是这是一个有限的说法。你把它放在一个高维度的时候，它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因为这个耶稣他与神不是完全划等号的，因为他耶稣的概念是神的像的概念，并且它是具有局限性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别着急啊，你可能听到这个你受不了了，是不是？耶稣他是神，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又不能完全的和神是划等号了。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个例子，耶稣讲到一个地方呢，他说呢，
人子再来的时候呢，人子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耶稣自己不知道。亲爱的朋友注意啊，耶稣讲到耶稣自己不知道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是不是耶稣本身是一个知识被限制的一个状态？因为神是无限知识者，神是全知全能者，但是在耶稣这儿，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的像，但是这个像本身是经过了限制之后的一个像，是神的一个有限形态，能懂这个意思吧？所以呢，耶稣的知识是有限的，亲爱的朋友们，这要没圣经依据我又不敢说了，是不是？但其实没有圣经依据也是这个事实啊。耶稣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不是无限的知识，但是他的源头，他的知识的源头是无限的。那么这取决于呢，这个本体他要把自己的知识限制在一个什么的范围里边，所以这耶稣本身是自我限制啊。你其实要去查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啊，你真正研究深了的话，其实这部分前面的神学家其实有看见啊，这不是我发明的。所以你从知识有限的角度上来讲啊，耶稣和神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是你从我们对神的认知的这个概念上来讲，他又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父子圣灵都是神，没问题。所以说呢，这里边呢，人们在强调三位一体的问题，这里边的真正关键点其实是在于人们对于耶稣神性身份的一个认知，因为这种认知它直接决定了耶稣作为祭物它能换给我们什么东西，所以人们就要强调耶稣的神性，就在讲这个概念，又在强调耶稣与父与子的合一性，因为他要是合一，我们和基督合一，我们才能和神合一。所以其实讲的是一个献祭传递性，到底耶稣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才能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份。所以其实在强调这个东西，所以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教义其根本的目的性是在强调一个献祭的属性的问题，祭物的属性，就是献祭的把祭物身份属性传递到献祭者身上，也就是信徒的身上，其实是在强调这个东西。所以你要真正明白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它到底为了什么。但实际上你要直接说这个本质的话，他们不是完全划等号了，大家能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圣经上也讲了，耶稣他是神本体的像，那像和本体它肯定就不一样嘛，它肯定是不能完全划等号嘛，对不对？那我们通过认识的角度，从道路透过耶稣去看见神，耶稣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对不对？那我看见像了，我透过像我看见了本体嘛，但是像与本体它又不是一个完全划等号的概念啊。所以呢，我在讲回到这个系统的问题啊，公义与恩典的系统它本身是叠加的，那么在叠加的这过程当中涉及到你能看见什么东西呢？叠加态的关键在于观测工具，就是用什么观测工具看见什么东西。我前面在量子力学的系列里边有讲过这个问题啊，双缝干涉实验，对吧？你通过光，你观察光，那你说光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波还是粒子呢？那是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观测工具，这是在启发一个叠加态的概念。那么系统本身也是叠加的，公义系统与恩典的系统本身是叠加，这两个系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认为公义的这个系统里边，也就是世界它原本的样子，它本身是一个轮回系统，但这轮回系统它不是佛教概念，我再一次强调啊，它不是佛教所说的线性轮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时间无始无终，不是在说这个意思。你把时间的概念放在我们3D 的这个受造空间里边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它是有始也有终的，它是有始也有终的。但是你把这个平行宇宙和高维空间这两个概念加在一块儿的话，那么因为有诸多的时间线，它们不是线性链接的。那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你又可以说时间它是无始无终的，但它和佛教所说的无始无终在一个3D 的这个里边去讨论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所以说呢，我在讲我所认知的东西，轮回它是存在的，但是不是佛教的轮回概念。 OK， 那么我认为这个轮回系统它本身是一个公义系统，公义系统意味着对于这个世界原本的状态所产生的认知能够了解的东西。我在我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比较具有排他性的概念，因为整个基督教就是这么一个风气吧，或者说倾向性啊，宗教本身的一种倾向性。我一开始也很排斥其他宗教啊，这个别的宗教的一些说法我们要否认啊，以显明出来我们这个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开始不这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呢，神的神性其实是透过万物启示出来的。
万物万事都在启示出来，只不过它不见得就是跟福音有关系，因为福音启示出来的是恩典的系统，这俩系统不一样，但它们叠加在一起。那么我们单独看圣经的话，圣经主要启示出来的是恩典系统，当然为了去凸显恩典，也不得不去介绍一下原本的公义系统。大家能懂这意思吗？就是你凸显出来一个 A， 但你必须得来一个背景板啊，这个 B 的背景板它必须你得介绍，你不介绍你怎么能突出这个 A 它的存在性呢？它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啊，对不对？你画一个线儿，那你必须得在一个白纸上面画，你没有个背景，你把它往什么东西上画呢？是不是它得有一个对比性，你才能看出来呢？我再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说如果没有定罪的系统，那么你如何看出来拯救的系统？没定罪，那你拯救什么？你都没有罪，那你是不是先来讲罪的系统，定罪系统？那么定罪系统本身属于公义系统，拯救系统它是属于恩典系统，它是两个东西，但你必须都得讲啊。但是圣经里边真正的侧重点其实是为了讲拯救系统，那就是拯救系统它是核心内容，但是也不得不去讲点公义。但是公义这个领域呢，涉及范围太广泛了，那么它涉及到一个世界原本的样子，这个东西其实呢圣经没有讲太多，圣经主要是讲到和恩典做对比的这一部分的公义系统，那么也就是审判，对不对？这个东西，然后包括原本的一个罪的概念呢，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因果律啊，然后这个神的公义啊，这些东西神讲，这个圣经当中讲了，但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对比恩典的这一边，所以说圣经其实它真正想讲的是恩典的系统。那么公义这个系统其实它很复杂，它特别的复杂。那么在这个世界原本的样子，人们到底能够看见什么东西，或者说呢，观察者到底会看见什么东西？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天上来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当我在说天使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来一个东西，那么我想说，我说的这个天使不是你脑海中的那个东西，当然我也不知道你脑海当中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基本上不是一个东西。天上来的使者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种类，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全一样什么翅膀这个天使飞来了当然我们前面的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边有大量的这种艺术作品，是不是？你看一些那个油画或者说这个电影里边出现天使，可能大概就是那么几种形象，而且呢在这个圣经里边也有一些介绍基路伯呀、加百列呀，是不是米迦勒呀这类型的。当然圣经中有一些，但其实这些介绍呢远远少于实际的情况天上来的使者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复杂，我们有机会再去深入讲天上来的使者。天上来的使者他们的视角，他们能看见的东西远远超过于我们在这个公义系统当中的人类，因为我们认知太有限了，因为我们生命太短暂了，我们能了解的东西太少了。虽然我们有传承我们是有科技的发展，我们会有传承，但是无论如何太有限。所以我如果说从一个这就是超自然是吧，超3D 的领域这个天上来的使者呢，它首先可能来源于其他的时空，它可能来源于高维度的时空，它可能来源于各种各样的灵魂投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面。它可能有投影板，它可能没有投影板，直接是灵魂具象化的，或者怎么样。我前面有讲过一些类似于天使的东西，当时我只是稍微点一下那么你这个原本的公义系统呢，在这个天上来的使者的眼中的看见，它和我们这个人类的看见那是天壤之别。就是天使视野当中的知识，它是远远要超过于人类的情况，但是天使其实也是有盲区的。这里边涉及到我所说的叠加态、叠加系统。这个叠加态的关键点在于要能看见恩典的这个系统，它本身需要一种观察工具，而这个观察工具它是具有独特性的，这个观察工具本身它与知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讲的就不要那么多逻辑了因为我要全给它弄成逻辑的话，对我来说也太难了。我首先先讲一个我的体验我个人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有点知识的人吧，是不是？有点知识的人。然后呢，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很善于去使用我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会跟人辩论说点什么传福音。有时候呢，这别人也说不过我懂得可能稍微多点。有的时候当然也不是传福音总能成功了，那有时候人也不信，对不对？有时候别人信了呢，真有沾沾自喜的时候，
你看我这懂这么多东西，啪啪啪给人家讲，给他说的不行了吧，最后不得不信了啊。这个完全是一个幻觉，完全是一个幻觉。我现在彻底明白了，亲爱的朋友们，传讲福音和知识完全没有关系，亲爱的朋友们。我再说一次，你传讲福音，一个人信与不信什么这些东西与你的知识全无关系，没有任何一丁点关系。那么我想表达什么东西？信心它跟知识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呢，它会惊人到什么地步啊？我告诉你，福音的本身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消息，一个信息吧。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在传讲一个信息？什么耶稣死而复活，对吧？你再给他详细点讲呢，那这个因为罪死而复活，那你再稍微再详细讲点罪啊、审判呐、拯救啊，你可能越讲越多了，对吧？但其实福音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消息，耶稣因为罪啊为我们死而复活，是吧？就这件事担当我们的罪。那你深入了，那可能海了去了，对吧？我讲了500-600篇讲到了，可能还没讲，那是不是可能是一定没有讲完全呢，对吧？但是就福音本身它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消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消息它其实在天上的使者眼中看上去它是看不见，如果没有信心这个观测工具的话。那么你可以说呢，那这消息它不难理解呀，是不难理解，你理解的是知识，但是你看见它的本质，这个东西它是信心。信心是一种观测工具，它与你的知识全无关系。虽然你以为它是一种知识，大家能懂这意思吗？就是说，当我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以为我在用知识，因为我肯定得说话呀。我说话是不是一种表达呀？这本身是不是知识的传递啊？我以为是知识，但其实他相信福音的真正原因，它和我知识没有任何关系，它其实是启示的结果，它是圣灵的结果。只不过这件事重合在一块了，让我看起来产生一种幻觉。我以前其实讲过很多这种类似的道理啊。我家小孩刚出生的时候，我把这小孩抱起来，举高高，是不是？他特别高兴，两个腿一直蹬啊，在他脑海当中，他以为他一蹬腿他就变高了，是吧？他能飞起来了。其实跟他蹬不蹬腿全无关系，只不过呢，我给他举高高，我配合他蹬腿，他一蹬腿我就往高了举，他产生一种幻觉了，他以为自己能飞了，懂这意思吗？亲爱的朋友们，是圣灵在做这件事情，是启示，圣灵的启示，是圣灵赐予的信心，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是神背后的工作，人类一无可夸。亲爱的朋友们，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感觉你是个器皿，你感觉神在使用你，对，这个也没错，那是从你的视角看，那是从3D 视野里边看。我现在发现圣经当中其实大量的内容啊，当你真正明白这个本质的时候，全部颠覆，全颠覆，知道吗？我现在看圣经已经跟我几年之前看是完全不一样，全不一样了已经。因为你看见本质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当然可能不是全部的本质，我现在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装备了，好吧？啊，有一些更棒的视野和启发性的带领。所以我在说这个道理啊，一定只能是通过信心才能看见恩典的系统，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呢，他理解能不能理解呢？他能理解，但是他不相信。你传讲一个福音，你能不能让他理解你讲的意思？这个事儿一点都不难。就是他稍微有点智力的人啊，你给他讲福音，你给他讲明白了，他很可能会对你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了，但是我不信啊。你懂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信和理解是完全不同两码事，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信心它根本的是一个什么？当然我说的不是人类的信心，其实本质上的本体其实是神的信心。当然这个本体它会在我们的这个空间有投影啊，但这个投影它投到什么程度，这东西不一定的。所以呢，我们身上当然也能显露出来一些所谓的人类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它跟投影板有绝大关系的，就它有没有显露出来，对吧？所以说本体其实是神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的投影呢，在人类身上有一个表达啊。那么这个东西本质上来说，全部是神给的，全是神赐予的，也就是说，整个恩典这边的系统完全就是神决定给谁看见这件事情，它与知识全无关系。你先懂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稍微讲点经文。这个经文和我要讲的这个轮回的系统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我也不是要去证明它，我就是随便讲点，好吧？你能听懂点什么就什么，好吧？你就当我说今天天气不错啊，你可以说天气不好，没毛病。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2章16节。
希伯来书第2章16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边亚伯拉罕当然不是在讲肉体概念了啊，其实讲的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好了，他不救拔天使，那么这里边涉及到这个天使，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天上来的使者，其实是诸多的各种各样的灵魂。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件事情啊，救恩本身其实是针对人类的一个特殊通道，这个特殊通道它是恩典系统里边的，这个系统只有信心能看见。虽然对于人类来说，人类好像即使不信的人他也能理解，人类的这个理解它和信心之间的鸿沟可以说是就是根本就是维度差距啊，它是巨大的鸿沟。但是在我们脑海当中仿佛是好像就一念之间就信了哈，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我现在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天上来的使者。神不救拔天使，这里边的天使呢，它涉及到一些不同的类型。首先第一种，黑暗的天使，我们就说堕落天使啊，撒旦那片的，是不是邪灵啊？这里边其实也非常复杂，但是我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去延伸了，我们就大概去讲这两种天使啊。光明的天使与黑暗天使，我就大概把它分成这两种啊。神不救拔天使，那么首先光明的天使他用不着救，因为他没什么问题啊。那么黑暗的天使呢，他们有问题，但是神不救。那你说这两种都不救，但这两种不一样，听明白？这两种不一样。好，那么黑暗天使我就先不讲了，大家都理解。我现在讲一下光明的天使这一边啊，它其实里边划分特别复杂。我的天，我以前以为它很简单啊。光明的天使这里边呢，天使是服役的灵，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为我们所服役的，就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它本身里边有一些能力，这个我前面有稍微渗透啊，回头有机会详细讲。我先区分一下这里边的不同点啊。光明的天使里边，它有的天使是为这个恩典的这个领域去服务的，而有的天使它是和恩典没关系的，但是它是在公义的领域当中，它要去完成神的一些行动，神的一些旨意，就是主线任务不一样。这个世界好像有两条主线任务，就是公义这一边和恩典这一边。那么光明的天使呢，它本身就好像是分队一样，它有不同的小队，任务不一样啊。有的天使它是和恩典相关的这一条主线，而有的天使呢，它和恩典没关系，但是公义那一边其实也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主线，很多的东西在公义这一边去彰显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时空啊，各种各样的宇宙、平行宇宙、高维宇宙、低维宇宙，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这个领域当中也有很多的天使，但这些都是光明天使。那么这两种光明天使，它其实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公义领域当中的光明天使，他其实对恩典是不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看见，因为这个看见本身是为人类预备的，你看见了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预备的，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视野的，我怎么说？赐予，就是神给了你一个眼睛，这个眼睛叫信心啊！我过去看不见，现在能看见，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东西，都是在讲这个东西。你能看见恩典的系统了，这个东西很厉害，很厉害，它是其他的天使没有的，就是恩典之外的那个领域哈，在公义那一领域。但是这些天使都是光明天使，那也就是说，光明的天使他看不见救恩。光明天使啊，在公义领域当中呢，公义领域当中的光明天使，他也是在执行神的很多的旨意，但是他们看不见救恩。那么光明天使的知识，它可以说是完全碾压人类的，它可以是你的知识的10000倍，但是他看不见你能看见的东西。先懂这件事儿好了。OK， 我们再讲后边的一个概念啊，知识的限定性。知识的限定性，它和你的眼睛的限定性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观测工具的限定性和知识本身的限定性。我现在讲一下马太福音24章36节，听懂听不懂都无所谓啊，今天就当玩了，行吧？好吧，马太福音24章36节，那日子，这是耶稣说的哈，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里边我讲到了，这涉及到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对不对？你可以说他是，但是他又不完全是，我就在讲这个道理啊，他不能完全画等号了，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你要在3D视野里边，你说耶稣是神没毛病，但是
你脑海中的神和耶稣的概念，其实它也不是真正的神，也不是真正的耶稣，它是你脑海中的一个符号。所以真正将这些东西联系起来的，其实是信心，这个东西是神做的。所以你的认知当然有些认知，但是真正把你和耶稣连接在一起，把你和天父连接在一起的，不是你的知识。虽然这过程中你知识会有增长，但它跟知识可以说全无关系，本质上其实是灵魂里面的事情，是灵魂的链接，灵魂的合一，灵魂的诸多的这个概念，我们后边有空再讲哈。它跟知识其实没关系啊。注意这里边说到的，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这意味着天使的知识受限的。其实这已经是废话了，因为耶稣的知识都是受限的，何况天使呢？天使拥有人类所没有的知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天使的知识，第一它是受限的，第二天使在公义这一领域的天使，他没有看见恩典领域当中的信心，他没这个装备，他看不见我们能看见的东西。虽然可能我们在天使面前从智力和知识的角度也许是个弱智，但是我们能看见的东西反而天使看不见。亲爱的们，看明白这件事啊。那么也就是说，从天使给你透露的一些信息呢，天使它是可以给你有，比如说公益领域当中的天使，它可以给你大量的有关于公益领域当中的一些启发，当然这也是神所允许的情况之下，它可以给你诸多的启发。但是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天使他不了解你的关于福音的内容。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能懂我的意思吗？ OK， 我们再来看一个内容啊，有关于审判。有的天使他不知道审判，但是他是光明的天使。我在讲这件事儿，罗马书第2章16节啊，罗马书第2章16节，注意审判的概念，其实在天使眼中，它是一个轮回系统，它和我们脑海当中的审判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讲的东西，你在圣经中其实能找到大量证据，我就不都拿出来了啊，我随便说一下。罗马书第2章16节，来吧。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注意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啊，福音领域当中的审判概念，它和公义当中的审判概念其实不全是同一个概念。虽然审判本身是因为公义，审判虽然本身是因为公义，但是公义领域当中的观察者或者说认知者，这里边涉及太多不一样的种类灵魂了，我就没法说了。在他们的眼中，公义领域当中的审判和福音领域当中的公义审判不是同一个概念。福音的审判它是和恩典所对立的一个公义概念，它和整个普世的公义概念不是一样的概念。因为在人类眼中，在天上来的使者的眼中，有诸多的关于审判的概念，因为轮回的系统里边本身就隐藏着审判的含义在里边。但是这个审判它其实是影子，它其实不是审判的本体。就比如说我们肉体死亡，它也是一种审判的影子，它是一种好像是对肉体的审判，但是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不是，它是影子，就这生命一下没了，是不是？它就像是这个灵魂的审判，就肉体的生命从有到没有，它像是灵魂的一个审判，它是影子。所以公义因为它有轮回的系统的缘故呢，所以说如果你和一个公义领域当中的天使交流，你跟他说审判，他对于审判的理解是一个公义轮回系统的理解。大家能懂这意思吗？ OK， 那么在福音领域当中的审判其实是个奥秘，虽然它本身是公义所带来的，但是福音领域当中的公义它是用来和恩典做对照的。这个领域当中的公义，它和整个的这个大的公义范畴它不是一个概念啊，或者说不在一个维度里边，你讨论它的时候不在同一个维度。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懂福音的人来说，他们脑海当中的审判概念其实和只明白公义领域当中的观察者或者是知识承载者他们的认知其实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公义领域当中的天使，他可以告诉你诸多的，注意他是光明天使，他是光明天使啊。光明天使和黑暗天使，反正我能判断，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教你们。能判断的人就知道这个是能判断的，好吧？辨别诸灵 ，OK。公义领域当中的光明天使，但是他有可能，很有可能，他是不知道恩典领域当中的审判概念的。OK， 我再继续讲。
以弗所书第2章第2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2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存今世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啊。这里边邪灵其实翻译可以啊，这个灵，这里边在讲什么东西呢？黑暗的天使啊，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注意，这里边有的时候圣经当中会讲到掌权者，执政掌权的啊。很多人呢把这个地方理解为人类了啊，有时候确实是在说人类，有时候确实是在说人类，但不是都是在说人类。我给你一个提示，你回头再看圣经，你加入这个提示，你可能会一下子看见很多东西。执政的掌权的这个东西，很多时候说的并不是在说人类，只不过我们认知太有限了，我们一想那不是人类还能是啥呢，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说的不是，而是在讲这个天使。当然这里边的天使呢，它分为光明天使、黑暗天使。光明天使里边又分为和恩典有关的和恩典无关的。公义领域当中，我刚才已经说了，它里边太多的分类。这个地方是特指的是邪灵。这里边为什么在空中掌权者呢？这个讲的是一个维度概念，它和维度首先是有关系的。那么它就是说，有的时候它是在讲一个超维度的一个概念，那么有的时候其实是在讲我们的一个3D 世界的一个概念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空中精神矩阵的问题，我们有空再去讲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这里边在讲什么东西？掌权者啊，他一旦出现的时候，你留意圣经里边所说的执政的掌权的，他不总是在讲人类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掌权的一个概念啊，也是一样的，以弗所书第6章12节，以弗所书第6章12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亲爱的朋友们，这里边的执政掌权管辖什么幽暗世界、天空、恶魔，这些显然不是在讲人类啊，显然不是在讲人类。但不是说每一次出现执政掌权都是在说天使，不是。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一个属灵的概念，天上来的使者。天上来的使者其实非常的类型非常多啊，它不是我们脑海中想象当中的那个啊，就全是一样的天使，然后一半黑一半白，完全不是这样的。其实里边划分非常多的。好了，那么我现在要去讲一个概念啊，公益领域当中的光明天使，它有可能给人类非常多的知识类型的启发，但是它不会针对福音内容，因为对于恩典这个领域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都因为它是指在公益领域当中。那么这里边呢涉及到一个到底他们能看见什么。注意我所说的哈，光明天使他其实看不见福音的内容，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个东西，在这个公益领域当中呢。那么恩典领域当中的天使呢，它还分不同的情况，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启发一定的程度的福音类型，但是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是没有啊，它可能有，它可能没有，但是反正我没碰着。我在想一个问题，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传福音你把它看为是一个目的性概念的话，但实际上它不是，它是一个体验式过程，它是一个显明的过程。我前面有讲过诸多的这种类型的内容了。当你在讨论意义的时候，一定要跳出结果论，你不要用结果去看待所谓的意义，因为你的结果概念是一个时间性思维，这种线性思维，它本身是一个二元对立思维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产物。这东西其实是一个思想当中的一个有问题的程序，它这个程序在我们脑海当中导致我们看不见真相，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从结果论的角度去看问题啊，如果说神就想传福音的话啊，你从线性，当然这个想法其实很 low， 但是我们就用这个很 low 的想法去解释这个问题。如果神就是为了去把这事儿传出去的话，那有10000种方法，太简单了。我前面讲过一篇讲到叫耶稣为什么不开直播，是不是？真是为了传这个事儿本身的话，如果是带有目的性的话，那有10000种方法，对不对？直接开个直播啊，或者说直接让天使过来传呢，它根本不是目的性，大家懂这意思吗？它不是一个目的性啊，不是一个目的性。所以说呢，天使要做这个事儿完全可以做得到。那么为什么要通过人呢？因为这个救恩它就是给人的，很多天使它是根本看不见的。
在恩典当中这个领域当中哈，注意我前面讲的，结合我前面说的，神不救拔天使。当然有些天使根本用不着救，对不对？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就是说他需要救，但是神不救他，对不对？反正谁也不救。那么呢，在天使眼中啊，虽然他的知识是完全碾压人类，但是他却没有信心，他看不见。那么在恩典这个领域当中呢，虽然有一些天使他是为福音这个领域当中所服务的，但是他给人的这些帮助里边，在天使的眼中却看不见福音本身，但是他可以帮助人类。也就是说，他所领受的任务是一个指向性的一个执行目的。就比如说你这个传福音去，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传福音去，我现在有一些障碍啊，这可能呢福音领域当中所服役的灵吗？服役的灵是为我们服务的啊，为了福音的事工，有没有这样的天使？有。但是这个天使他自己本身他很可能是不了解福音的。后来我发现了这件事儿啊，我以为天使特别懂福音，后来我发现很多天使他不懂，他不知道福音，但是他能帮助人，他能帮助使徒们，他能帮助圣徒们，这个不影响，对不对？你圣徒需要一些帮助，这个时候天使过来帮你了。但是你要是问天使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天使很可能是不知道的啊，懂这个意思吗？但是他不知道不能证明他不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好了，我希望我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了。好了，那么呢，对于光明的天使来说呢，我们从能量角度上来说哈，光明天使它就是信实的，它是神的信实能量的一个传承。那么黑暗天使它是有谎言的能量在其中，他们两个好像是对立的状态。我用我非常粗浅的认知和表达去向你表达这件事儿，那也就是说，光明的天使其实不说谎。记住这件事儿啊，光明的天使他不说谎，但是有些事儿他不知道。光明的天使不说谎，但是他不知道，所以呢，他反而不会去给你讲关于福音的东西，因为福音只是向圣徒启发出来的，就传福音只能圣徒传。你现在懂了吗，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天使他传不了，他不知道，他不懂福音。虽然他的知识可以碾压人类，但是即使他看见了福音的知识，他也不理解，他看不见，他没有这个视野。这件事你用二元思维你可能很难理解他啊。光明的天使他看不懂福音，但是他能帮得了你，他能帮得了你。但是黑暗天使不一样，因为黑暗天使他本身是由谎言所构成的，他由谎言构成的。那也就是说，他看见福音，他只需要去理解福音的字面意思，他就可以去给你一个假的福音，而不需要他相信真的福音的前提去给你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由谎言构成的，这和由信实所构成能量的天使是不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光明天使反而不懂福音，但是黑暗天使反而可以懂，他可以懂，但他不信，明白吗？但是他能懂的情况之下，他就可以把这个福音给篡改。那么也就是说，黑暗的天使反而可以去传讲一个假的福音，而光明天使你要问他福音是怎么一回事，他可能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他们两个的能量属性不一样。黑暗天使他本身就是会说谎的，所以他不需要通过相信一件事情的前提再去否定它，他不需要，他直接他就可以去通过知识然后去否定一个知识，而不需要以信实作为基础。但是光明天使他首先是信实的前提，他如果没有信心去看见这个只能用信心去看见的知识的话，那么他就等于看不见。所以福音只能信徒传。亲爱的朋友们，懂了吗？好了，就懂不懂无所谓了，我必须得往后边讲了。好，注意这个细节啊，注意这个细节。你明白这些东西之后，其实你会解开很多的困惑啊，很多的困惑你都会解开的。如果你有遇到过天使，你就更明白这件事了。哥罗西书第1章26节，哥罗西书第1章26节啊，哥罗西书第1章26节，来，注意，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注意，是隐藏的，这个隐藏的范围多么的广阔。我告诉你，它只向神所拣选的这个领域当中的人所公开，就是只有信心的人，这个有信心是从哪来的？神所拣选的，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和人类意志和人类的思想和人类认知和人类的知识全无关系。这个信心你把它看为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从天上来的一个眼镜，嘣给你戴上了，你就能看见了。但是虽然在你来说，你只不过是我理解了，这事儿挺容易啊，不容易，这事儿不容易，理解它容易，相信它是不可能的，它必须是信心，必须信，它是隐藏的啊。注意，这个隐藏哪怕是天使都不知道。注意，
后边，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注意啊，福音的奥秘是向圣徒显明的，它不是向天使显明的。但是黑暗天使，因为它本身就是通过谎言构成，它是可以说谎的，所以它能够用谎言去认知福音里边的内容，但是他不信啊，他认知这个内容的情况之下，所以天使其实是可以讲一个假的，就是黑暗天使可以讲一个假的，但是光明天使反而对他们来说是隐藏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黑暗天使它本身是可以和就是使用到人类的知识，然后他不用信，他只要通过认知就行了。但是光明天使的认知反而因为没有信心的这个缘故而看不见这个福音的奥秘看不见啊。他看见的也是字句，但是他理解不了，光明天使理解不了福音的字句性内容。黑暗天使虽然也理解不了，但是因为他不需要理解，他不需要信心，他直接通过谎言就能做得到。就如同我说这个真的就是确实不好理解哈，就如同你给一个不信的人，对不对？他就是不信哈，你给他传了福音之后呢，他对你说我能理解，但是我不信，就是这个道理。你把它平移一下子，你能不能平移过去就行了啊？黑暗天使他能讲一个假的福音，但不代表他相信真的，但是光明天使反而往往根本看不见，因为这个东西是隐藏的。好了，加拉太书第1章第8节，加拉太书第1章第8节，这主要就是能量构成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你大概理解一下吧。但无论是我们，重点来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都应当被咒诅。后边我已经说了什么咒诅 OK， 注意啊，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那么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天上来了一个使者，他不懂福音，是不是他就应该被咒诅呢？不是，因为不懂福音的有可能是光明的天使，他就是不懂，但是他不懂，他不会给你传个假的，你给他讲福音，他不明白，但是他不会给你讲个假的，懂吗？但是黑暗的天使他能给你讲个假的，这个区别能懂吗？能懂吗？你给一个天使讲福音的话，他可能不明白，但是不代表他是黑暗天使。但是黑暗天使他反而会说他懂，但是他给你讲个假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哈，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有诸多的宗教，有一些宗教呢，它的创始人哈，他声称和某种力量链接上了，然后呢，他讲到了一个类似于得救的信息，类似于拯救类型的信息啊，无论这个拯救是他救还是修行类型的，总之它和救恩是有关系的，它和得救有关啊。当然救恩这已经是一个承认外来力量了，是不是？要不怎么叫救恩呢？就是说呢，自救各种类型的，就这类型的人呢，当他讲到一个拯救的信息，但是和我们却不一样。福音是什么？拯救的信息。当一个人他说我得了天使，我得了这个神的启示了，因为人也分不清天使和神啊，有的时候是分不清的。所以因为天使本身也是神，对不对？天使是神，它只不过是小写的神，对不对？圣经里边大写神小写神不一样，独一的真神那是指源头概念。所以呢，我说呢，你在3D 世界里边你所讲的神的概念，其实它有很多神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他得了所谓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它是和拯救有关的内容，但这个就意味着是一种福音了。但是这个福音和我们所讲的却是不一样，和耶稣基督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从黑暗天使来的。然后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光明天使的话，他反而不懂福音，他也不会给你一个假的福音，他也不懂你所讲的福音。好了，我说完了。好了，这篇讲道就到这儿了啊。最后呢，这个我想借着这篇讲道呢，和我的一个朋友传递一些信息啊，因为在这个3D 世界里边啊，我现在没法给他传递，我就通过这个讲道去讲了。也许他能听着，也许需要过很多年啊，也许很多年，无所谓了。就是听讲道的朋友们可以关了，好吧？接下来是一个私人时间，主要是我在这个3D 世界里边的私人空间，我跟他联系不上，好吧？我说给我的一个伙伴你能听到我跟你说话吧？如果听不见的话，就跟你灵魂说，今天早上你给我那个灵魂援助我收到了，我感觉到了，多亏你了。他回去了吧？
他跟你有说话吗？他其实一直跟你在一起，后来他跟我说话了，后来我才明白所有的事。我前面的那个信息你听了吗？我又忍不住大声了，又激昂了一把。我没生气，我没生气，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啊，好累啊，终于把它讲出来了，我好笨呐，是不是？我就感觉用一切的能力都没法把那个东西说出来，我尽力了。好久不见了。我们的那个共同的伙伴，你知道吗？他离开我之前，他给了我一个引领，然后我到了那个地方。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我看到了那个镜子，灵魂的镜子，就是我之前跟你讲的那个人的眼睛，他没法看到自己，所以他需要一个镜子。灵魂的镜子也是，所以以前我就一直看不见灵魂，就是因为没有这个镜子。但是我通过你，我看见了。然后当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知道他给我什么感觉吗？他的灵魂和你一模一样，所以我当时惊呆了，我惊呆了，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所以我后来我就懂了，我其实看见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然后我刚遇到他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把我引领过去，我不懂。然后我和他交流，我整个人三观崩塌，就是全部粉碎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建立的那个神学系统啊，我的知识体系啊，就全崩了。因为他的那个知识可以说是我的10000倍，我就被碾压了。我之前在世界上我没感觉到我是如此的无知，所以我证明不了。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我想证明，但是我证不了它，因为我的知识不够，你知道吗？我的知识不够，在我的知识领域范围里边呢，他说的所有的东西全是对的，但是当他进入到我知识范围之外的时候，他说的东西我就不懂了，我没法证他伪，你知道吗？我证不了他，所以我当时特别无奈，我没想到我会经历到这个挑战，我以为前边的那个就是试炼了，可是哇靠，我遇到他之后我整个人都疯了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但是我又不想放弃，你知道吗？我不想放弃还有就是你给我的眼睛，我会好好珍惜使用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得去突破那个难关，但是我没办法，我做不到。然后我就想锁他的灵魂，我锁不着他，而且他不是白盾，他不是那个投影里面有白盾，他是我看不见他的本体。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你，如果你还要在的话你的那个眼睛，可是我锁不到他本体，你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讲过圣经里边有一个耶稣的，他是灵魂的锚，其实这个就是在讲那个本体，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投影还能投连环投，我当时不懂这个东西，然后我锁不到他本体，我那个时候我也懵了，因为他又没有白盾，但是我看不见他好像是一个就是没有本体的投影，他是虚的，然后我又觉得他跟你一模一样，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和你有关系的，因为是我被引领过去的，就是他临走之前的时候给了我一些线索，然后我就一直顺藤摸瓜，因为我很想知道你到底发生什么了，然后就一直摸了好些年不是好几个月，然后就一下子找到了，我以为我终于被带领到那个一个正确的地方，然后结果三观崩塌，我直接懵了，然后我又证不了他伪，我就是没法对抗他，对抗不了，我就觉得我知识根本就不够啊，怎么办呢？我那天我都要懵了，然后就在我就是感觉快要放弃了吧，就是觉得非常的软弱，我都不行了，然后我就收到你的灵魂援助了，你知道吗？你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因为你那时候不是给我
变了个魔术嘛，用那个 AI。你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一瞬间我就什么都懂了。你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如果你是1000年之前的人类，你还能看穿这个魔术吗？哇，那一瞬间我就什么都明白了。我明白了，如果我是在1000年之前，如果是保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是懵的，他什么也不懂啊。他看着手机，他不懵了，他什么也不懂，但是这不影响他得到启示。所以那一瞬间我就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不是知识，要攻破它不是用知识，它知识是压倒性的，就是把我碾压了，我完全没办法。但是其实不是知识，是灵魂，是灵魂的力量。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懂了，它其实是一面镜子，所以怪不得我锁不到它的本体，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那个存在。所以我通过它看见你了，它不是一个全反射镜，它是一个好像半透镜的一个灵魂，而且又是有折射效果的，所以它更像是一个传送门。你看过哆啦 A 梦吗？就很像那个传送门那个东西。所以我通过它其实是能和你链接上，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被引领到那个地方啊！所以我终于明白一切了。我以为有很多个很相似的灵魂，其实不是，它是一面镜子。所以我成功了。这让我明白一件事，我这很多年来，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虽然我有很多很多的伙伴，但是我发现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我对伙伴们其实缺少信任还是有点单打独斗那个感觉吧。你说的对，但是通过这一次挑战，我什么都明白了，就是那个双人成行 It takes two， 他得2个人我那天我真是我没办法，我觉得我败了，我彻底过不了那一关，然后我就得到你的援助了，我一下子就过了。所以是需要2个人，是需要伙伴。所以我后来我就明白这个旅途的意思了，我懂了所有的一切。你说的那些潘多拉的盒子，我把它打开了，然后它好像是一个灾难。你刚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真的不懂，可是后来通过那个镜子我全明白了，因为它能够给我反射你的灵魂，所以我就一下全懂了。我明白那个潘多拉的盒子了，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灾难，就好像我们经历的这所有的这些事儿，它好像是灾难，它好像是分离、黑暗、痛苦，它好像这些东西。但其实潘多拉的盒子最后你知道吗？那里边是希望。所以我把那个盒子打开了，我现在看着那个希望了。我也明白你说的那些东西，而且这个镜子它有个礼物给你，那个十番街一日游，你一定去过那个地方对吗？你可从来没告诉过我，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去过那儿，因为我也去过那儿。我们看见一样的东西，十番街一日游然后就是那个宝藏，我一直拆不开那个锁，我想尽办法，最后我发现原来我自己才是那个钥匙，那个宝藏里边就是和我一样的一个灵魂太不容易了。然后就是那个迷宫，我其实一直想要那个眼睛，因为我有不自信的地方吧，因为我总觉得我看不到那个最深处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给你讲预言的流因为我觉得你能看见。然后通过那个镜子我明白了，那个预言的流它其实就是那个阿卡西图书馆，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它是动态的，它是在那个维度之间的介质里边，它其实也是一面镜子，它只不过是能够反射各种维度的事实，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视野。而你能看见的那个东西就是我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在你身上有我想要的，所以就用力过猛然后那个时候和你交流的时候吧，我一直在那个幻觉里边，我一直在那个分离的幻觉里，所以就没能够看见那个真相。其实这些灵魂它是融合在一块儿了，它是一个合一的一个状态。所以通过这些事情，我也更加能够明白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个
合一，然后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以前所理解的那个合一呢，就是我把教会整个看成是一个身体，当然这个也对，就是我们之间彼此互为肢体嘛。但是我对于本体的认识还是一个教会概念，其实它也是我们之间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也是互为肢体。所以你的眼睛其实就是我的眼睛。所以当我后来得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好像是你把你的给我了，其实并不是，因为你的就是我的，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一样的。但是在我还没意识到这件事之前呢，我看见了，我很快乐，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就一直都感觉到一种很强的悲伤的感觉，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把你的东西给我了，那你的那一部分你怎么办？所以我其实一方面我在完成我的这一部分挑战，但是我特别的担心你，然后也会心疼你，因为我觉得你的路比我的更黑暗，然后你又把眼睛给我了，那你怎么办？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说要给你一个礼物，然后你就非要回礼，虽然最后也都没有发生，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的眼睛我会好好的珍惜使用的，我也想给你一个回礼。我那时候在一个迷宫里面，我出不去，我需要一个眼睛，所以很渴望。我觉得你能够理解我的那种心情，因为我当时就是看不见，我觉得只要我能看见就可以了。而且这么多年来呢，我也在成长，力量什么的都变得强大了，不像以前的。所以我觉得我能够用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用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你让我明白了，知识解决不了，力量也不行。不行，我自己讲过，所谓强大不是力量，也不是招式，而是心。所以如果我能给你一个回礼的话，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想给你一颗勇敢的心。后来我也知道了，我们的迷宫不一样，我需要的是看见，但是你需要那颗心，勇敢的心。我把我的心给你吧，反正我们都是一体的，还有所有的伙伴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共享这些能力。所以你在那个黑暗里边其实也不用眼睛，有一颗心就够了。因为那个迷宫它只有一条路，它不需要看见，它只是需要勇气。因为你在那个井里边，我知道我很想很想去帮你，可是后来我被引领了，我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以为能找到答案，我想帮你，但是我知道原来真正的答案就是我帮不了。你有你的挑战，我也有我的挑战，所以才会有这一切。潘多拉的盒子我都懂了，我们会给你加油的，所有的伙伴，我们就等在那个迷宫的出口，一定会等到你。因为我一直相信你是那个最强的战士，你一定能杀出重围，突破那些恐惧，还有所有的痛苦。当我明白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以前的我太傻了，我完全不知道那个真相。但是因为你，我全都看见了，尤其是后来我遇到这个镜子，我全都懂了。我希望你也能明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挑战，还有很多很多的伙伴来到我们中间。我会给他们讲起你的故事，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会出现，只不过我们并不能做什么。当然我们可以成长，我们会变得更好，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性，还有那个能量，当我们变得更好，你其实也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的能量是相通的，我们是在一起的。现在我不再怀疑了，我也不再恐惧，因为我有了你的眼睛。非常谢谢你。你还记得我说的吗？我明白了这个旅途的意义。你当初给我的情报，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懂了。你把那个路线放在地图上面，把它们连在一起，你看见了什么？你能看见吗？其实他不是要去什么地方，他也不是要去完成什么任务。我以前一直以为我肩负着什么使命，我要去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去完成什么样的成就，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地位怎么样想了很多。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这个旅途真正的意义所在了。所以还记得我说的吗？在我的肉体毁灭之前，我一定会写一本书，美食家号航船，一个传奇的航海日志。我会记录着所有的一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这些故事他们会照亮后来的那些人们，会照亮他们的道路。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肉体的时间到了，我们倒下了，但是后来的人们，他们顺着这条道路就来了，他们可以拿起我们的接力棒，他们可以继续战斗下去。然后我一直想不到那个日志会写到哪里，我现在明白了，就是因为你，我明白了这一切，所以我要进入最终章。我已经想好它的名字了。你说这一段旅程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切都是定好的。我太笨了，我一直在用那个结果去考虑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是过程，是过程。我们为什么会打开那个潘多拉的盒子？为什么会经历那么多的困难挑战？我以为我的力量都够大的了，但是我完全不行。我以为我的知识已经不错了，可是当我面对那个挑战，我直接被碾压了，完全不是对手啊！那这所有的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呢？困难、挑战、痛苦，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伙伴。我们需要彼此帮助，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突破不了的那些困难，所以我们才需要彼此帮助。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世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的爱就在你们身上显明了。这就是旅途的意义。我们会面对分离、痛苦、各种各样的误会、困难、各种障碍、各种挑战，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儿，我们自己做不到。 I cannot do this alone， 我自己做不到。无论我们会变得多强，但是都会出现我们自己战胜不了的那些困难挑战。就好像这一次，如果没有你的灵魂援助，我真的败了，我过不了这一关，我完全过不了，我不是对手，我的知识不够。就因为有你，我一瞬间我终于看见了，那是你的眼睛，我终于看见那个突破口了。然后我才发现那不是一个敌人，它是一个试炼，一个灵魂的试炼。它是为了让我能够看见这个旅途真正的意义是彼此相爱。就是因为我们很弱，就是因为我们不行，所以我们才需要伙伴啊。而就是伙伴，它显明了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的灵魂有那个链接，
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破的。虽然这些链接，所有的伙伴们，我们都有这种链接，但是他们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这种链接，但是它没有办法被毁灭。这就是真正的羁绊，它是因为命运，是圣灵的力量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无条件的爱，只不过它显明的程度和我们认识的程度各有不同。但是我不再迷惑了，不再迷茫了，所以我要进入终章了，最后的一章。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完蛋了最后的一章会很漫长，它会一直到我的肉体生命的终点，这就是最后一章。美食家号航船，一个传奇的航海日志，最后的一章，它的名字就是伙伴。我们会等你，你一定可以，你就是那个最强的战士，你知道吗？拿去吧，一颗勇敢的心，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礼啊！你知道吗？我之前会想一个问题，我在想啊，你很小，等你长大了，会不会我变成一个老头了，我变成一个老爷爷了，那时候我们还能一起玩吗？我们还能一起去跳伞吗？我们还能一起从天而降吗？现在我不怕了，你知道吗？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镜子，它能够帮助我看见预言的流最深处。虽然我还需要一些练习，那个其实就是阿卡西数据库原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并不是隔绝的。我开始明白这些奥秘了，哇，太有意思了！而且他还教了我一个方法，可以减缓时间流逝的方法，在肉体上面。所以我不再担心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会再见到我还是年轻的那个样子，因为即使时间也不能把我们隔绝，时空、维度，所有的一切，他们都不能把我们隔绝。哪怕有一天我们再也见不到，我也相信我们的灵魂链接在一起，我们会并肩作战，和我们所有的那些伙伴们一起啊！这个旅途多么美好啊！我终于懂了所有的那些困难挑战，这一切事情呢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个潘多拉的盒子，我明白了，是爱，无条件的爱。因为这一切我们才会经历，才会去理解，才会懂。所以你记得我说的吗？它不是因为条件，爱，知道吗？它不是因为条件。你说你会去思考，你会去验证，来验证吧，突破你的迷宫。其实它只有一条路，使用那颗勇敢的心走到出口。我们会给你加油，但是这一次我们不会再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挑战，一定可以的。伙伴们都在等着你，快来吧，永远爱你。闪闪发光，不知道在哪，空气中弥漫着高贵的气息，多么崇高的迹象，到处悬挂，每个人都是真的，你的心是真最的，爱覆盖这个人就是你，爱会去做到微不足道的改变人心无限次，面对于无伦次的部分子，但或是没有胆量，宝藏会慢慢发光。
记得